人每天下班都会买一份自己讨厌的切糕，而一买就是10年，可他从不打开，直到这天老板提醒他一定要趁热吃，他的表情瞬间变得凝重起来，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，而切糕里藏着一张纸条，看着上面的一串神秘数字，老刘立马看了一眼挂钟，当时间来到晚上10点05分时，他立刻打开收音机，调到了特定的频道，里面正在播报一则无关紧要的新闻，可老刘在破译后却立刻神情严肃，因为他是我党安插在重庆内部的一颗暗棋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起用，他潜伏了10多年，如今也算位高权重，组织让其苏醒，一定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。事实如老刘所料，原来敌人准备研究一种毒气弹，一旦投放至战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我党秘密派出了顶尖的化学专家，谁料却意外被军统抓了，眼下被关在了白山管监狱。老刘苏醒的目的就是配合组织其他成员营救专家小毛。此次行动，组织集结了200名同志，准备在军统没有发现小毛身份时，趁其不备强攻进行营救。可就在大伙商量营救方案时，老刘却不合时宜的将水杯从2楼摔下，差点没把众人吓出病来。谁在上面？不要慌，是自己人。老刘此举并非胡闹，而是希望众人明白，他们这么做不过是以卵击石。因为白山管监狱非常特殊，关押的全是高级政治犯和战犯，而且地处的位置易守难攻，不仅建造在悬崖之上，附近的丛林有数不清的暗哨，周围更是有数个雷区。知道国民党怎么形容这座监狱吗？如果你进了这座监狱，就算化成骨灰也飘散不出来。可老刘的话并没有让战场心生退意，因为眼下除了强攻没有其他选择，眼下敌人还没察觉，或许能够成功。对此老刘并没有再阻拦，而是直接退出此次行动。他并非怕死，而是怕死的没有价值。而如老刘所料，200名同志刚攻上山就被严防死守的敌人歼灭，强攻计划不仅损失惨重，还提醒了军统，监狱里有一条他们不知道的大鱼，想要再次攻打，恐怕调一个团来都不一定拿得下。而此时老刘却依旧从容淡定，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个最佳的营救方法，而这个方法只需他一人就能完成。你独立完成，200多个同志武装营救都没有成功，你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出小毛同志？智取。虽说是智取，但稍有不慎就会丢了小命，而他潜伏了10多年，如今被组织唤醒，无论如何都必须将任务完成。为此他趁特调处举行酒会时，偷偷潜入了档案室，拍下了白山管监狱的内部结构，紧接着又打开保险柜，故意将里面的机密文件打开，而且故意等到死对头来查探时，他才淡定自若地走出来。张副处长，怎么跑到办公区来了呢？楼下洗手间满了，我上来洗个手怎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们好久没见了，下去喝一杯吧。好。眼看死对头开始怀疑自己，老刘的计划也就完成了第一步，可他却不知，正是眼下这个被他利用的死对头，差点让整个计划毁于一旦。